男生的部分也会有一些 Me Too 事件嘛？我自己是没有啦，但是多少就耳闻说可能这样子怎么讲？可能有些饭局啊，就是你要去稍微去吃个饭啊，陪一下啊，对。这个有钱吗？有机会啊。哦，有机会哦。有机会啊，有些好的机会啊，现在制作什么角色啊，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哦，这是算常态吗？我不确定现在算不算常态，但以前都是会有这种情况。男女生都一样，男女生都一样啊，也不能局限演艺圈啊。其实像很多上班族情况，他们特别是业务来讲，需要应酬的状况也是会有。上沙会知道，我是慧君，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，欢迎再次回到刮痧会客室。今天的来宾呢，我画面当中大家应该觉得蛮帅的，然后也是有点熟悉的感觉，对，有点熟悉，然后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阳光有健身的男孩儿。哇，越讲越害羞。那我们就先来欢迎我们的雅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雅翰。那我现在也是一个演员，那也在兼职做我们的健身教练，斜杠人生啊。我跟雅翰的认识呢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是在美一志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专访。对，然后当时候的主持人呢是雅翰，然后今天我变成受访者了，同样的都是你要被刮，好可怕。上次的那个经验，我现在还有点记忆还很深刻。那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因为刚雅翰你其实有提到说你本身其实是个演员，对，但是你又同时是一个斜杠的一个体适能的教练。对，其实我一开始是做演员。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读大众传播科系，那大众传播科系比较多是做幕后的工作。那时候因为有朋友有认识的人介绍我去，可以试着往幕前的发展。是因为看你帅吗？算是某种程度。我跟你说，他本人啊，你身高几公分？184。你是几头身啊？好像真的有到9头或好几头。很多人是这样说，因为我刚好也是头比较小的，所以好像看起来身形整个是有再更拉长一点。其实很像 model 的身形。之前还是也有从那个接我们走秀啊。平面的活动都有接过，就很斜杠，很斜杠。结果后来你就想说要尝试从幕前开始。对，在表演的一段时间，我有尝试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有签经公司嘛。演员工作就这样子，你要一直去等待，它有个不安定感。我就觉得那个不安定感会一直，但会累积的。这样演员真的很辛苦，因为你刚刚讲那些角色，有时候可能是例如说像灵演嘛，对，或是小角色，算是小角色或是配角，对，主演旁边的配角。配角听起来好像也还不错啊。角色的戏份，它不是一开始本会出来的。像有时候如果遇到昂档戏的话，他那个编剧是每天去写。你说8点档？对，8点档，所以你不太能确保说你这个角色到后面的发展是怎么样。对，会不会突然去领便当？没错，所以如果你有观众觉得这角色还不错，你可以一直拍下去。但如果今天这个角色可能观众没那么喜欢，你可能过没几天你就出国了，或是回家了之类的，就会是这样子。OK， 哇，那这个真的会蛮影响到，因为如果以一个演员然后是 full time 的话，因为你们不可能有一个固定底薪。没错，有 case 才会有钱，这样还是要有一份稳定、比较安定一点的工作去支撑我现在想要做的表演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两个是有点平衡的，在一个天平的两端。我现在尽量维持他们是可以平衡在一个和谐的状态。就是前阵子其实有看影后嘛，然后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黑暗酸嘛。人家说戏会帮拍出来，多少都会有一些根据去改编啊。那这个感觉等一下应该好像可以多聊一点，对不对？可以哦，那要看等一下会挖到多深。你说刮到多深，当然是给你超级深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我怕我受不了。能讲跟不能讲的都讲出来。可以。OK， 那我等下就边刮跟你边聊。但我先稍微问一下，那你的身体有什么酸痛是希望我帮你处理的？我自己会觉得是肩膀这部分，因为肩膀，因为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讲到，就是有时候做表演工作啊，而且现在又是教练，所以有时候时间一紧，好像有些东西会不安定感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漏掉，所以我会一直觉得有这种压力很大，然后我肩膀有时候会不自觉这样子缩起来，感觉卡在这边，一股气卡在这边。会。我先说，其实这个动作其实是在保护自己，因为我们的脏腑在这里，那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像肚子这边是没有肋骨去保护的，我们肋骨是在旁边，是在胸腔嘛。但是我们腹部有很多内脏，那它如果破裂会死掉，所以其实这样其实是在保护你自己。所以当你不安的时候，我们确实会有一种耸肩保护脖子跟驼背保护肚子的安全感的感觉，对安全感的一个反应。那我这样还有救吗？当然是可以啊。然后如果大家也有这种不安的话，我们等一下也会教大家就是要着重刮痧在哪里。那我们就开刮咯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雅汉已经准备好了，对，上刑台了。你这边有一点一点红红的，这个很奇怪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就是我们那个毛囊它会比较粗，所以比较需要长时间去做去角质的动作。这好像是遗传的，我不知道，好像贴什么东西贴在上面呢？我可能有头绪，因为我昨天拿那个按摩球，对，有符合，这刚好可以让大家学习一下。如果你用按摩球，然后你这样按摩滚一滚，都会有沙出来的话，代表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劳累到一定的程度。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呢，基本上是可以刮的，可以刮，它不影响。那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样刮啊，然后说不定代谢好一点，然后说不定那个皮肤未来就不一样，也是有机会的。还好吗？你会不会很紧张？我现在有点小害怕。你那个试镜啊，假如说你有杀去 ，OK 吗？没关系，等一下是穿衣服的，还真的有试镜是要脱衣服的。男生的部分也会有一些 Me Too 事件嘛？我自己是没有啦，但是多少就耳闻说，可能这样子怎么讲？对啊，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已经 OK 是撑过一次过来的男人。就是可能有些饭局啊，就是你要去稍微去吃个饭啊，陪一下啊，对。这个先问现实层面的问题，这个有钱吗？有机会啊。有机会有机会啊。但应该是吃饭的钱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费用的一个感觉？我们讲好听一点是应酬啦，有些好的机会啊，现在制作什么角色啊，可以去尝试一下。这是算常态吗？我不确定现在算不算常态，但以前都是会有这种情况。男女生都一样，男女生都一样啊，也不能局限演艺圈啊。其实像很多上班族情况，他们特别是业务来讲，需要应酬的状况也是会有啦。对耶，你现在有演出过哪些作品呢？像我之前有演过，大家都比较知道邱军，他有一个 MV 叫《不是不会痛》，对，就当他的那里面的男主角。然后之前有演出过大爱的那个剧名叫《打怪任务》，因为他的故事在讲那个4位护理师在面对疫情实行的故事。我是其中一位护理师的老公。演 MV 跟演一般的戏剧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一般的戏剧它会有起承转合，它会有前面的戏跟每一场戏之间它会有一些连结，所以它的情绪跟台词动机是要把它连贯的。MV 的话，因为很多 MV 是比较拍情境，所以你要当下的氛围，你要把那个情绪直接做到满，那个氛围有到的话，那个画面就 OK。这感觉起来都蛮累人的哈。对啊，有时候像如果你今天是演一个心情比较沉重、情绪比较重的戏的话，你要一直去挖你内心那个难过的事情，所以有时候演完戏当下会觉得身心俱疲的感觉，很像你今天跑了大概什么1600、3000公尺的这种疲惫感。我先讲你的那个沙啊，也很疲惫。深吗？对，很深。我先帮你用舒压油，你的颈椎啊这一节非常非常的突我不知道确定是重训放杠，还是说你是姿势的关系做到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是那种低头族？对，但是要低到一颗这么大颗，哇，这个整个超凸的耶，这里。然后我现在先帮你把这边的沙刮一刮，好，因为我们刮的话，我们是让我们的肌肉会比较放松一点，这样子。这边也是沙非常的重。那这个不管是在重训或者是说，你刚刚讲的，就是因为紧张啊，所以会拱背，其实这个都会有一点点影响到。那我们在刮痧技术上，就是我们中间要让它在拱背，然后胸打开的挺起来的情况之下，我才有办法刮到它的正中间。你其实痧蛮满的，就是我整个背基本上都有痧。那一个人啊，他的焦虑，然后或者是他的不安，我们通常会比较呈现的是比较偏纷乱的痧，都有痧，对，真的是蛮多的啦。你其实平常很浮躁因为可能行程都很分散吗？有可能上礼拜才去香港参加活动，基本上早上出门，然后都通常是5、6点回来，时间抓得很紧，基本上也没太多休息时间啦，所以那4天有感觉到身体真的蛮疲惫的。而且睡眠时间也比较少。演员这么的不容易，但是你为什么还是这么热爱这件事情呢？跟我自己的性格吧，我自己是喜欢被人肯定的那种感觉，人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我，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我，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肯定的话。虽然我们有频道，但是我自己会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创业者的内在多一点，而不是创作者。对，那我遇到很多创作者是，他很享受。很多人看他的影片，就喜欢被注视的。对，然后他会觉得留言啊，或者是浏览数很高，就代表很多人看，他
它会脑内啡喷发，没错，成就感满满的感觉。真的哦，感觉上是你就像爬山到那个山的顶点。要喝水吗？不用。好，因为他现在雅汉在有点咳痰，然后其实我们刚刚刮是不是心肺这边？对，这边的血流增加的话，它下面就是肺脏，就是我们肺脏它血流增加，有的时候它的绒毛啊或什么，它如果本身就是有痰的情况之下，它确实会帮你用出来。清痰吗？对，就是不好的东西会排出去。刮痧里有连清痰的这种，看你刮哪里，对，然后可能你就积在这里，因为你平常都驼背，所以你有很多不好，因为痰也是一种死掉的废弃物嘛，对，你可以这样想象，而且它的第一个反应是痰，那这个就会蛮符合，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跟人的应对进退，我现在要讲什么，它会有很多言语上的刹车，或者是我现在要说话要踩油门，刹车感觉就是踩到底的那种，有时候想讲的话，可能搞不好会先踩住，先不让他一下讲出来。其实雅汉的肩膀很宽，那当然它很符合我们所谓的比较 model 型的身材，就是倒三角的那种概念，代表很有肩膀，所以是很可以去扛得住责任。通常要扛这么多的责任家里面的第一个孩子，会比较需要去扛这方面的责任。所以你父母亲对于你的这份工作，他是什么样的态度？爸爸是很支持我做这件事情。爸爸其实也享受在荧幕前，爸爸就是有点喜欢，就是那个是我儿子这样，他有点喜欢这种感觉。对。但妈妈比较理性啊，我觉得妈妈会说，即便我在做表演这件事情、演员这个工作，她还是会希望说我可以有自主的经济能力。至少我在做这件事情，我可以不用担心说钱从哪里来，需要花费这么多的额外的开销这样子。好好的一个人先生活的话，再去想办法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子。那你后来你有怎么跟你的父母亲去沟通吗？到现在？因为爸爸已经离开了嘛。哦，爸爸离开了。对，所以某种程度上会觉得说，有点想要让他可以至少达到一点他想要得到的需求，那个期许，就是很以你为荣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前提是我不想让妈妈再担心我自己的生活状况，所以我还是会想说，一定要找一个可以平衡这两个，一个真的真心热爱跟一个实际层面的。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很拼耶，因为帮我们敲通告或就是我们在安排这一次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。对啊。那我可以感受到雅汉其实很想要把大家都照顾得很好，然后自己身体累一点也没有关系。我会希望说，能都做到的事情，能尽量能做到。但有时候我这种个性反而会什么事情都没做好。当然，这也是我自己需要去改变的地方。有时候不太能让每件事情都兼顾得这么好，那是不是要去取舍一些事情，去好好去自己去做一个选择？可是是不是当艺人会某种程度上会想要让大家感到开心？没错的这种讨好的感觉，自己很知道别人好的时候，自己会感到很开心。可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去权衡，而不要让自己内心生病？好像就会变成是许多艺人朋友的一个课题。对，可以这样说，就是会有点好型人格的特质在里面，就会觉得说，如果我真的每件事情做得很好，然后大家都会有一个肯定的话，我会觉得心里会得到一个满足感。但有时候就像老师说，你有时候会变成说，你想要去让别人去得到一个好的感受的时候，你反而往往都会累的是自己，不管是自己的身体或者心理，会觉得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累哦，也不知道在累什么，但是真的好累。身体是真的蛮累的，就是我们画面当中可以看到，其实在我们整个背啊，而且这边还咚咚咚咚咚咚，就是一条一条的。那当然，健身教练本身就是浑身伤啊，对啊，肌肉紧绷，因为你要先破坏才有建设，你才会肌肥大嘛。没错。所以这本来就是健身教练们的标配，因为大部分如果你今天是身体的，其实我们在刮啊会出超快，通常都是很肉的伤害，就是这个身体躯壳的伤害。可是当我今天这样刮的时候，明明有伤有杀，但却浮不太出来，那个东西会跟人的情绪会比较有关系，跟心理状态嘛。对，所以会有种就是你已经浑身伤，但是好像还是要盯在那边，让自己身体很好，或者是形象很好。好黑啊！哇，这个狰狞真的演不出来，这完全是真真实实的反应哎。你现在被刮痧，等下刮完痧之后，然后你要跟一个人告白，我是你的刮痧老师，然后但是等一下你要突然跟我告白。好。哎呀，还好吗？最近
慧君老师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讲。你说。我喜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